最近2年，小型化、高性能的迷你主机市场开始持续升温。那特别是在办公、软路由、家庭服务器，甚至轻量级游戏等场景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类设备。相比传统的台式机，迷你主机不仅占用空间少，功耗更低，而且性能也在不断的提升。那尤其是随着新一代移动端处理器的出现，迷你主机的硬件规格也是更上了一个档次。那这次我们拿到的 Morfine S700迷你主机也就搭载了最新一代的英特尔 Ultra 系列的处理器，16和22线程，双通道 DDR5 内存，双 2.5G 网口，以及一堆高规格的扩展接口。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款产品。魔方 Mini PC， 我们打开包装盒，一块薄薄的海绵，那这边是植绒的材料，看起来还是比较的高档啊。取出机器，揭开上盖，下面是配件盒，我们倒出里面的配件，一个主机挂架，一根 HDMI 视频线，一根电源线，一个电源适配器，19伏 6.32 安，功率120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机器的本体。机器上盖和下盖为塑料的材质，而周边是金属的材质。那这边比较吸引我们注意的，应该也就是这个 1.9 英寸的 TFT 屏了。屏体的周边为钢琴烤漆的设计，那虽说把机器的外观提升了一个层次，但是这种设计还是比较容易残留指纹的。侧边和底部有很大面积的散热打孔，而背部这边则是密密麻麻的散热器片。我们一起来看看机器的一些接口。正面一个电源按钮，2个 USB 3.2， 一个全功能的 USB 4， 一个 3.5 寸耳麦接口，一个复位按钮。那这边还有2个麦克风的孔洞。我们来到机器背面 ，DC 电源接口，全功能 USB 4接口，双 2.5G 网口，一个 DP 2.1 接口支持 8K 60赫兹的显示输出，一个 HDMI 2.1 接口，2个 USB 2.0， 方便我们接上键鼠。机器上盖这边一块 1.9 英寸的 TFT 屏，一个指纹解锁按钮。机器的侧边一个彩虹灯的一个按键，还有一个机器的防盗孔。我们可以从这边抠开上盖，那上盖这边是磁吸的，只能说现在的产品设计真的是越来越人性化了。我们拆开这4颗螺丝，取出散热器。散热器的背部为我们贴心的准备了硬盘的导热贴片。那这个散热器主要用于我们内存、硬盘以及 WiFi 网卡的散热。双通道 DDR5 内存插槽，最大支持 96GB， 厂家附带的内存来自英瑞达的 16GB 5600兆赫兹。这边是2组 PCI 4.0 乘4的 NVMe 2280插槽。那当前插的这根来自英瑞达的 P3 Plus PCI 4.0 乘4的 500G。WiFi 网卡来自英特尔的 AX211， 支持 WiFi 6E 的标准。那这边也就应该是 WiFi 的天线了。那所以大家现在也就明白为何上盖是塑料的材质。这次魔方 S700 搭载了英特尔最新一代的 Ultra 7 15H 的处理器，16和22线程，其中6个大核，8个小核，还有2个用于处理后台任务的超低功耗小核。CPU 最大睿频 4.8 赫兹，英特尔 Arc 的核心。最大频率 2.25 赫兹，支持 H.264、H.265、AV1 以及 VP9 等视频的硬件编解码。机器长130毫米，宽128.5毫米，高度53.5毫米。插上一根内存以及一根 NVMe 硬盘，整体重725克。接通电源，通电以后，这边的 TFT 屏上面有时间的显示但是时间不太对我们稍后再来进行设置。我们按下开机键。TFT 的显示换了一个状态，但是没有数据的显示。开机之后，我们可以在侧面打开底座上的氛围灯，通过侧边的彩虹按钮，我们可以更换氛围灯的颜色以及灯光的特效。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那我们关灯，再来看看效果。进入 BIOS Ultra 7 15H 16GB 内存，5600兆赫兹。我们来到 CPU 功耗 ，BIOS 默认功耗为平衡模式65瓦。魔方 S700 预装了 Windows 专业版，并进行了数字版的激活。那刚才也说到了 TFT 屏体显示没有数据，我们需要打上屏体的驱动。那我们在官网里面下载并安装这个驱动。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TFT 上面已正确的显示了 CPU 的使用率、功耗以及温度了。只是主机若是摆在桌面啊，也是不太好看到这个数据。那若是这个 TFT 屏在正面也就好了。进入 Windows， 我们可以在账户的登录选项里面设置我们的指纹，录入的过程和我们的手机大同小异。那这么棒的处理器啊，我们还是来跑一个大模型试试。首先安装欧拉玛，我们分别下载了 DeepSeek 的 1.5B 和 7B， 然后在 Anything Llama 里面调用运行。首先是 1.5B， 那我们还是问比较常识的推理性问题。那给出的结果很快啊，答案是正确的 29.76 token 每秒，速度还是很快。我们切换到 7B 的模型，答案也是正确的 7.57 token 每秒。只能说啊 7B 还是可以跑的。那我们再换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试一试，答案正确 7.63 token 每秒。那至于再往些的一些模型啊，我们也就别太为难它了。在 Windows 平台下，整机的待机功耗约为18瓦，环境噪音44分贝的情况下，我们把分贝仪贴近机器，分贝仪的数值仅仅上涨了2分贝。那待机的情况下，机器非常的安静，那不把耳朵贴近机器，几乎听不见任何的声音。在默认 BIOS 下，也就是平衡模式下，我们打开 IDA64， 对机器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 FPU 单烤压力测试。环境温度为22度， CPU 最高温度91度，平均温度77度。此时 CPU 功耗一直稳定在65瓦，整机功耗99瓦左右。CPU 频率也一直保持在3 GHz 左右。内存最高温度41度，硬盘最高温度40度。机器表面最高温度不到43度，摸上去只是有点温热。那更大的热量都集中在机器背部的鳍片位置，出风口最高温度53度。机器的整体散热非常的优秀，那只是此时机器的风扇还是比较吵啊。我们把分贝仪贴近机器58分贝左右，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声音。那这个也就是平衡模式带来的一个实际体验。我们切换 BIOS 来到 CPU 的性能模式，也就是85瓦，我们再次运行 IDA64。那环境温度没变啊，此时 CPU 实际功耗在75瓦左右， CPU 最高温度92度，平均温度85度。核心频率一直维持在 3.15 GHz 左右。那内存和硬盘的温度和之前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那目前噪音和之前的平衡模式啊，也就是65瓦，也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分贝仪相隔仅仅1分贝左右。那我们再来一起听听这个声音。我们再次切换 BIOS 设置，来到静音模式，也就是45瓦的模式。此时进行 FPU 的单烤啊 ，CPU 最高温度72度，平均温度63度。CPU 频率一直稳定在 2.7 GHz 左右，而功耗也一直稳定在45瓦。内存和硬盘的一个温度相较之前降低了2到3度。那我们再次把分贝仪贴近机器，那数值为50分贝左右，相较之前安静的实在是不少。我们一起再来听听这个声音。那若是不把耳朵贴近机器啊，这个声音还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在3种性能模式下分别对机器进行了一次跑分的测试，我们列出图表，大家一起来看看。在所有的测试中，3种模式的单核分数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提升，多数项目的提升不足 1%。我们用性能模式来对比静音模式。Cinebench 223多核分数提升了 14.87%， CPU Profile 多线程提升了 14.4%， 而 CPU Z 多核分数则是提升了 18.43%。所以总体来说，3种模式之间的性能差异集中在多核多线程的一些项目上面，最高可达 20% 的提升。但是单核的应用上面啊，变化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别以为打开了性能模式就是火力全开啊，那更多的时候它只是多核多线程的一个高速通道，而不是全场景的一个万能开关。那这边我建议啊，要不就使用静音模式，要不就干脆切换到性能模式。我们打开 AppLove3， 对网卡进行了打流的测试。那无论是单线程多线程的上传下载，均可以跑满 2.5G 网络。我们从 NAS 上面拷贝了大约33GB 的文件，速度全程稳定在280兆每秒左右。那 2.5G 的网卡没有兼容性的问题。
我们打开硬盘测试工具，对硬盘进行了读写测试。这块英瑞达的 PCI 4.0 乘4的500G 硬盘，最高读取4823兆每秒，写入3713兆每秒PCI 4.0 乘4的入门水平。这次模仿 S700 搭载了英特尔 Ultra 715H 的 CPU， 搭载了英特尔 Arc 的核显，那理论上是甩了 UHD 770核显的几条街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核显的一个变态的解码能力。首先我们来看看本地的视频解码，我们投入一个 8K AV1 编码格式的视频，那仅仅只是开始的时候丢了61帧，而后在操作软件的时候丢了那么几帧，那播放一直很流畅。我们再换一个也是 8K AV1 编码格式的视频，那也仅仅只是加载的时候将近丢了200帧，那之后的播放也是非常流畅。那要知道这些 8K 的视频在 UHD 770的核显上面，那丢帧丢的是一塌糊涂。那对于像什么 VP9H265 等编码格式的视频Arc 的核显就更加毫无压力可言。我们在 YouTube 上面播放了一部 8K AV1 编码格式的视频，那仅仅加载的时候丢了58帧，而后播放一直很流畅。Arc 的核显解码的确是非常牛批。在游戏方面，撸啊撸等对显卡要求不高的游戏，Arc 核显在 1080P 的极高画质中可以轻松的跑到200帧以上，画面的体验也是非常的流畅，竞技感完全足够。那显卡负担稍微高一点的游戏比如原神等 1080P 的中低画质也是能够流畅愉快的玩耍，全程60帧左右。相比先前英特尔传统核显的 PPT 状态那好的真的是不只是一星半点。那总体来说，模仿 S700 这台迷你主机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得益英特尔最新的 Ultra 715H 的处理器，16和22线程，双通道 DDR5 内存和 PCI 4.0 乘4的硬盘加持，让这台机器拥有了不错的多任务处理能力。集成的英特尔 Arc 的核显不仅能够轻松的应对一些主流的网游，甚至还能够轻松的解码 8K AV1 编码格式的视频。散热和扩展接口表现的也是非常到位双 2.5G 网口跑满速率也是没有问题。那唯一的缺点就是来自烤机测试的时候那个风扇的声音。那当然，一般我们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机器其实也没有那么高的负荷，那所以相对来说还是很安静的。那如果你对噪音比较敏感那么还是建议使用45瓦静音模式。好吧，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老铁们长期以来的支持理解与厚爱，我是波仔，下期视频再见。Are you